你没事吧？啊？这么大的房子，不会就他一个人住吧？参观够没有？你好，易总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我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大了？有没有？是不是骚扰到你了？看来你没有完全喝醉。我是不是说了很多的胡话？因为我平常从来都不喝酒，所以一沾酒就倒了。把它喝了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我不是故意要来骚扰你的。喝了。喝干净。宿醉，第二天容易头疼，要补充充分的水分和维生素，才能加速酒精代谢。不会喝酒就不要自己灌自己。我不过是自己心情太差了，我实在是找不到排解的方法。没有出什么丑吧？那你记得多少呢？我记得我去了嘉兴小吃铺，然后喝了好多好多的酒，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，然后好像就有一个人把我给架走了。我还以为是谁？我忘了，不记得了。你抱着我哭，吐了我一身，然后赖在地上死活不走。我看你醉成这样，如果把你送回家的话，你妈妈一定会担心的。所以让张凯给你妈妈打电话，告诉她你临时出差，把你送到酒店，我又不放心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你带回我家。那我的衣服，我的管家，女的，帮你换的。我对你真没兴趣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我对我昨天晚上失常的行为向您道歉，我甘愿受罚。如果您觉得我有必要离职的话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记住了，买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还会耽误第二天的工作。任何理由在我这儿都行不通的。你的衣服在洗衣间已经洗好熨干，自己去换。现在是8点半，给你15分钟时间。吃饭、洗漱，我在车库等你。OK？ 哦，那你愣着干嘛呢？我现在就去。什么？你吐了易总一身？你还抱着他哭？你还跟他……哦，不是，你还在他家过了一夜？我真的都已经喝断片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一头撞墙上去了。我的天哪，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连你都觉得我疯了，是不是？ No，我觉得易总疯了。
要不然你怎么还能在这跟我说话呢？之前有一助理，因为在咖啡里多放了些糖，就被开除了，怎么哭都没用。我都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了。师姐，你到底有什么魅力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我们易总喜欢上你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不然他为什么对你网开一面？哎，有什么招，教教我呗。别闹了，人家易总都有赵文文了，况且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人。你那么认真干什么？我在跟你开玩笑。OK。像我们易总这样的人是不会喜欢上你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的易总就像是座冰山，他不会对任何人动真感情，这也就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。不动真感情就没有弱点。赵文文也不是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麻烦你不要那么幼稚好吗？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在一块儿，只是为了生意联盟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谈感情伤钱。哎，叶设计，嘉诚，你我还有事，你们聊。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来。我来跟易总聊聊设计。我看你和张凯在说话，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。那，你听见我和他说话了？对了，你昨晚给我手机打电话了，我在做方案，调静音了，没听到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昨天晚上给你回过去的时候，是易总接的电话。啊？他怎么没有告诉我？你昨天晚上在易总家？不，我没有在易总家。不是我确实是在易总家，可也不是我自己。不是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反正不是你想那样。我昨天只是喝多了而已。这是你的私人生活，不必跟我解释。嘉诚，我跟易总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师姐，我没有想多，也没有误会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你是不是真的一直都很讨厌我？看到我就很烦我。我知道你跟小静师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虽然我心里有100个不愿意和不舒服，可是我还是逼迫着自己一定要去祝福你。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，我不能去阻挠你的幸福，我一定要永远在你的身边，支持你和支持你的梦想。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说出祝福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的未来，我的幸福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是显然现在我的幸福根本就与你无关，所以我可以祝福你，但请你不要祝福我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易总，石简这姑娘挺特别的，的确有点不一样。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就回不来了。走吧，我们聊聊工作。喂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你快点跟我过来。我找到李亨利了，地址一会儿发给你。生存还是毁灭？说到这一句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后边调动漠然隐忍在生活中猛烈的第3句这个，毒箭之下，然后
亦或是奋力反抗你，再把这个挪一下。人生无涯的苦难。这两种行为，文文，哪一个更为高贵呢你？怎么才来？停！这里可以。你找到李亨利了？行，好，演示一次给你看啊！对齐了。对起来。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默然隐忍，在生活中猛烈的毒箭之下，亦或是奋力抵抗，人生无涯的苦难，这两种行为，哪一个更为高贵呢？这演的是什么呀？死了，哈姆雷特穿越到现代的英国，什么都完了。遇到一段艳遇，从此改变人我们生的故事心头的。创痛和无数血肉之躯所避免不了的打击，哦，都一会儿彩排结束的时候，你把李亨利约到附近的 Moto 咖啡馆，我在那里等他。我跟他说是这你邀正约他吗？是我们不要，求之不得的结局啊。要是他知道是我约他，他一定不会来的。那我应该怎么约他比较好？你不能动脑子好好想想吗？这点小事还用我教你啊？好了，OK，再来一遍。生存还是毁灭？李亨利不是说不来吗？喂，小姐。俏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赵文文和李亨利见面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就在外面看着他俩呢。我当时真的找不到你，文文。什么叫找不到我？电话也不接是吗？地址也换了是吗？哎，不对啊，我竟然看到有一个人在偷拍赵文文和李亨利，全身黑色，黑帽子、黑衣服、黑鞋子，穿得跟个黑衣侠一样。哎，你说，不会是有人想绑架赵文文吧？她可是富二代白富美耶。不知道。赵文文，你现在就像个疯子。啊！李亨利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小姐，你，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快点打120！哦，文文。老天保佑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，不然易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医生，赵文文怎么样了？她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别紧张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是孕期常见的贫血。孕妇，妊娠期血容量增加，血液会被稀释，所以呢，胎儿会摄取母体中的血，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贫血的状态。你是说赵文文她怀孕了？是啊，一般怀孕3个月以后就需要开始补铁，不然就容易贫血。提醒孕妇她情绪不要激动起伏，不然容易产生晕厥。不对啊，她不可能怀孕啊。这个我不清楚，你还要问你朋友自己。好，谢谢。天哪，赵文文怀孕了！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怎么这事儿被我给赶上了呢？怎么那么笨呢？又不是没有怀孕过，竟然连孕吐都没有发现。赵文文不会不知道。我到底要不要告诉易培？可万一这个孩子……
被吓着了。你应该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脸色有多难看。你都已经知道了。那易总知不知道呀？要不要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陪你？你不会真那么天真，以为这孩子是易配的吧？你不怕你告诉他，他一发飙把你给开了？难道是李亨利的？不要再跟我提他的名字，我永远都不想听到了。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我之前已经找到他了，但我发现他有老婆有孩子，对吧？你都知道。早在英国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坦白跟我说清楚了。不过那是他前妻，他们离婚5年了，现在只不过是在一起抚养孩子而已。原来他并没有欺骗你，那你们之间就没有障碍了？他没有打算跟任何人再婚，也没有打算说跟任何人保持一个长久的关系。他去英国只不过是为了找寻灵感，而我就只是他众多灵感之一。可是我却把这个当成真爱，是不是很可笑？那未来怎么打算？有没有想好？未来的事情那就交给未来去考虑吧，反正我也没有打算真的要跟他怎么样，我这不还有易配拖着的吗？可是你哪儿那么多可是啊？干什么？你要可是出一个什么，然后跟易配打报告是吧？关于你跟李亨利的任何事情，我从来都没有跟易总提起过，一个字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可以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作到此结束。我会去跟易配说清楚。至于你的特别奖金，我会打到你的账户里。不用了，我并没有完成我的工作。我说你完成了，你就完成了。你不是很需要钱的吗？你跟着我干嘛？还不走？没受过我折磨啊？你不是受虐狂吧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不是，我有什么值得担心的？我有家，我有爸妈，我还有一大堆朋友，国内国外都有，我用得着你担心吗？可是你并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说出这件事，不是吗？至少要喜悦难过。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，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？喂，我失恋了，你哭什么呀？我也失恋了，好不好？你起码从头到尾从来都没有得到过，可我却是得到过，却失去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样更痛苦？你爱的人不爱你吗？他不但不爱我，他还马上要跟别人结婚了。我是不是比你更惨？他还要祝我幸福。啊，那么惨啊你！不过我跟你说，那个人就个傻子，真的，他就是个宇宙无敌超级大傻子。是我比较傻，我还天真的认为，我还可以让他重新爱上我。我觉得吧，还是我更傻，更惨，真的。我是一个有婚约的人，你呢？你起码说可以选择说未来跟谁结婚。可是我未来的婚姻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选择，所以我比惨的话还是我赢了。可是，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从来都不会爱上任何人，那个冷冰冰的冰块人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你相不相信我到时候给他打小报告，说你说他坏话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会，不能不嫁给他，因为我们约定好了，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婚姻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必然，我跟一佩就属于这种，所以我们彼此在彼此的心中都很难确定自己的位置，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。所以只要不要妨碍到两个人的生活，我们一定会给对方最大的情感自由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不觉得婚姻就是一场冒险吗？是，就是冒险。你说对了，就是冒险。难道你不走进去就知道是宝藏还是荆棘吗？我永远都不会把自己的感情当做一种冒险，死都不会。所以我才那么渴望爱情。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真爱，哪怕是飞蛾扑火，我也要认真的去爱一次。可是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，没有什么是非做不可的。真的呀？嗯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没有的。Cheers！ 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到了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喂，喂，张凯，你知道赵文文赵家在哪里吗？你把地址发给我。赵文文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回头再告诉你吧，你先把地址发过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赵文文的公寓呢。昨天晚上我们俩都喝多了，我就住在她这儿了。但我刚刚起来，我就发现她不见了。可是手机、钱包还有房卡全都在这儿呢。我担心她会想不开啊。想不开？为什么呀？你先帮我找人好不好？拜托了。师姐，易总，我会和赵家的人确认，你在公寓门口等我，准备好你的理由。嗯，知道了，易总。李导演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爱情故事的呢？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生活，所有的爱情，你必须用眼睛去看。
用身体去触碰，用心去感受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是您经历了这样一段爱情，所以把自己变成了哈姆雷特，是吗？是的，我就是他。我带着巨大的伤痛，穿越到了英国，遇到了一个拯救我灵魂的人，改变了我悲剧的命运。观众在看完之后，心中都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既然爱情改变了命运，那为什么结局还是悲剧呢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是真挚热烈，并且短暂的激情，它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，是不可预测的。一旦它变得世俗跟平庸，那它就只是人无边无际的欲望。当我们被欲望吞噬和占有的时候，悲剧是必然的。那现实生活中这一段偶遇也是悲剧吗？它可以不是。停在最灿烂的时刻离开，你才会记得它。你非得在现实生活中也那么悲壮啊？哼，有些凄美，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是，我是 get 不到你加工后的故事。嗯？你们想知道加工之前他在英国真实的遭遇是什么样吗？啊，想。他当时在英国，哎，时间还没结束呢，李导演，哎。易总，郑小姐回家了吗？没有。你的理由呢？因为她心情不太好，然后喝了酒，出门的时候没有拿手机和钱包，所以我就怀疑她。你说的不是废话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出事儿？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文文这几天都去过什么地方？商场、马场、小剧场，还有各种极限运动俱乐部、酒店、KTV、餐厅，就这些了。去剧场。啊？为什么是剧场？你说呢？小郑。上来吧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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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不让我说？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跟你在一起，就好像在演电影一样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万众瞩目的女主角，可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有点恍惚。好像自己只是你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，不真实，可是很有趣。在我看来，你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女人。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角色。我知道你够诚实。在英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你只是为了找寻灵感。我也说过我愿意陪你一起找。过程是挺精彩的哈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谈过这种真的假的、傻傻分不清的爱情。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，可是你却跟我说，这只是你为了人物创造出来的台词而已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动心了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。我也只是好像在扮演你创造出来的人物而已，你分得清吗？我分不清。还是你觉得说，其实这里所有的感觉，只是停留在故事里，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？文文，
把那些美好的回忆都留在英国，留在过去的记忆里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个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，这都是要感谢命运的。在现实中，你是什么背景，我是很清楚的。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两个适合在一起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爱上了就是爱上了，我管他真的假的呢？我承认我爱上了。哎呀，你爱上的只是爱的感觉，不是我。可是没有人给我这种感觉，不是你是谁啊？你现在只剩下盲目的占有，不要再跟我说什么爱情了。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轻的，像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说人话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你爱我呢？那些是为了创作。信，我不信。对你来说什么是重？啊？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，我重重摔你舞台上，你觉得这是不是重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要撒狗血啊？千万别干这种愚蠢的事啊！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你爱我啊？我愚蠢是不是？你明明就是爱我的，你为什么爱着我还不告而别？你为什么非把我过消失？啊？好，不就是3个字吗？听好啊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但是啊，闭嘴！但是什么都不重要。我想要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总，易总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没有了，全部了。你以为你是他朋友吗？并不是，你是我安排过去的。不是，因为这件事情，不单单是因为我答应了赵文文，而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你开口。师姐，你搞清楚状况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你解释这样的情绪在。你向我隐瞒了这件事，这才是你犯的最大的错误。可是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是我错了。易总，待会儿咱们还有个会，要不先回公司吧？确定赵文文安全后，回公司见我。OK？ 知道了。怎么可能没有多余的情绪？易佩，你真的以为你把气氛藏起来，旁人就感受不到吗？我可不是22岁，不会被你责骂几句就委屈的去哭。你和赵文文毕竟是有婚约的情侣，这样的场景让任何一个男人看到都会受不了的。我不相信你可以如此冷血，如此无动于衷。文文，那个傻姑娘还在里面呢。我的妈呀，眼睛都快瞎了！易佩啊，易佩，你说这让我怎么跟你汇报？哎，
只想确定一件事。孩子他真的是我的吗？林鹤丽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是文文。你说的什么鬼话？你是不是台词说多了不会说人话了是吗？你以为赵小姐是什么人？她需要用一个孩子来裹挟你廉价的爱？你在想什么呢？还说什么我就是喜欢恋爱的感觉，我是为了创作，滚蛋吧你！你刚刚都听见了？不是你哪儿来的？我怎么玩关你屁事啊！我流血了，我要去医院，说不定骨折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跑啊！我要报警。我告诉你，活该！你现在鼻子断了算对你客气的。你以为你自己站在舞台上特牛、特厉害、特帅、特名人是吗？我今天就是替文文来教训你，你给我记住了。赵文文，你这都什么朋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还手。你刚刚看见了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动手怎么了？他先动手，我现在还手是正当防卫。你还正当防卫是吧？我正当防卫是吧？走！来人呐！抓住那2个疯女人！你全都听见了？不是我，是易总，他全都听见了。他什么反应啊？他好像知道你不会跳下去。果然了解我，我当然不会了。虽然说我喜欢玩刺激的，但我还是很惜命，很怕死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是怕死，就不要再去玩滑雪了，好不好？滑雪顶多摔碎屁股，死不了。你想学吗？你想学，我教你啊。我还是先回去跟易总请罪吧。这一次他肯定得把我给开了。他帮了我这么多忙，而我为了你，竟然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既然他什么都听见了，那你也不需要再瞒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把你给开了的。就算说他这次非常生我的气，还是要把你给开了，那也没关系。那你就过来给我当助理，工资一样多，怎么样？还是不要了吧，长期的，我可伺候不了你啊，大小姐。其实我又不需要别人伺候我，我就需要有一个人陪我而已。走了。文文，你希望易佩生气吗？不知道。小姐，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啊？去银茂大厦，谢谢。好。小成。我说你刚才打球的时候心不在焉想什么呢？格兰城的项目还没想通啊？那项目早完了，明天还要开研讨会。那你愁什么呀你？我就是觉得，好像自青林回来以后，我感觉我和小晶2个人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和轨道上努力。你这个叫婚前恐惧症，没事儿，等着哥们儿给你开一个告别单身的大 party， 让你再浪一回。我告诉你，千万别给我整那个啊！我特别不喜欢在人前疯的那种。再说了，我这也不是恐惧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感觉吧，好像我跟小晶之间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。她最近有些想法特别让我惊讶。这肯定不一样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宋姑奶奶我是挺怕的，但是哥们儿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等你嫁给他之后，哦不对，你俩结婚之后，你就等着去接这个宋教授的班就行了。他估计也就10年就退休了吧。这10年期间啊，你就在城建院里头画画、画图，
哪几个说得出名的这个建筑家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打那天起就不想成为宋院长，我也不想接他的班，我只想好好的做一个建筑师，做我自己的建筑。这不就对了吗？所以说和你预期想的不一样。哎呀，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呀！当初你和宋小晶谈的时候，也没想到背后有一个岳父这么一个大好事等着你。再说了，想走这条路的人多的是，那是咱宋姑奶奶看不上他们。你啊，就当是瞎摸碰死耗子，捡这么一个大便宜。我问你啊，你的成就感都来自于哪里？成就感，我啊，特别简单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上周我帮一老大爷老大妈改造了一个旧房子，改完出来一看，真漂亮。我要当时兜里有钱，我就自己买了自己住。就这事儿，我能乐1年。你知道吗？做好格兰城那个新设计以后，我好像就更加明确我自己人生中想要什么。所以，哎呀，行了，你也是九头牛拽不回来了。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，但是呢，有句话我得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真的选择跟他分手了，我不知道你的成就感去哪儿找。想想吧。走吧。哪天再打？再约吧。宋小姐，还有其他的款式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好。宋小姐，我们这里还有 PS 合成，可以预先看效果的服务。您可以发您跟您未婚夫的照片给我们就可以了。你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好的。难道又和嘉诚在一起？上次我来试婚纱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跟我一起来的，你还记得吧？哦，我记得那个女孩。我好像还让你给她拍照片了，对吧？哦，对，你要是吗？哦，不用，你就用这个女孩的照片帮我合成婚纱照吧。用这个女孩的脸？对。给我加点水。